大家好，我是怡媛。今天西安那边有举办线下活动，也是顺便庆祝了国服的3周年。那因为这个活动呢，其实他们讲蛮多废话的，所以我直接讲重点，就是策划出来讲的那一些话。不过策划呢，其实他也是蛮多废话一下的我把他的废话简略掉了。一开始他所说的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打过了多少次战斗，多少次的击杀失落之地终战，增加了多少位的玩家。那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很重要，有兴趣的观众你们可以自己暂停查看。再来他们就是做了总共15次的策划面对面，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是做15次而已。专题策划面对面做了7次。什么是专题策划面对面呢？比方说他出了军器系统，他专门是讲军器的，这个就是专题。还有各位所知的，近期他们也是增加了线上圆桌会议，因为以往他们都是用策划面对面的方式跟玩家沟通，那他们发现到用这个沟通方式呢，并不能真正了解玩家在想什么东西，所以他们才增加了线上圆桌会议。那么2024年跟未来他们有什么想法？他们打算举办更多次的交流会，一年最少举办2场线下见面会。那当然的，他们可以举办更多次，当然是越好啦，可以聆听玩家真实的感受。如果有哪些玩家不爽的话，也可以去线下打他们在2023年的时候，已经累计举办了22场王国篝火活动。这个活动好像是在国服才有，在国际服是没有的。以我了解的，篝火活动是王国内部举办的一些活动啦。那么因为国际服的玩家都来自世界各地啊，所以比较难去举办类似的活动。那2024年跟未来呢，他们加码线上活动扶持，也会助力线下活动开办，帮助更多的王国跟玩家举办类似的活动。再来就是创作者方面，我没有想到累计2023年已经有3463个创作者，有这么多吗？这么国际服看不到多少个华人主播的，为什么啊？那当然他这个是累积啦，那些已经弃坑没有玩了，其实也是计算在里面了。总共是发布了12.8万的游戏创作内容，累计阅读量达到20.8亿，哇，这个也是蛮多一下的。那么在未来他们打算呢扶持更多的创作者，还有实行造星计划，会挖掘更多的创作者。那有一些比较老的创作者，可能他们也是会进行一些计划啊，是帮助他们之类的啦。再来大家最关注的未来精彩未来版本新内容首曝，目前的征服赛季已经从1个发展到7个剧本了。下面有列出英雄战歌、八方逐鹿、沙场点兵、尼罗河之王、奥尔良之围、兵无常势、神级妙策，唯独没有提到步步为营啊所以有经历过步步为营的玩家呢，这一段是历史的黑历史啊，各位都知道啊新玩家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从原本的8个文明变成14个文明，现在多达80位统帅，一共更新72个版本，有3000次的版本更新。这是这一次的周年庆活动，包括有骆驼活动、商店、打野蛮人。这一次的野蛮人真的值得称赞一下，他掉的奖励是真的很多，道具也比较容易获得，我基本上1天就已经搞定了这一次的活动。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活动只要你打满25等级之后，这个活动的青野崎区里面所会出现的4种怪全部都不会再出现了。这一次也是出了全新的皮肤，但是我觉得皮肤这个部分呢，其实每一年都会举办好几次，这个不是什么特点。比较罕见的就是这一次的新统帅，他们是送了汉武帝刘彻以往的统帅呢都是送一些比较烂的，比方说采集的统帅或者是第1代的统帅，所以就没有那么新奇。这一次是直接送了刘彻第8代的步兵。不过在官方的网站，其实他们有出一个新的活动，头像框设计大赛。这个活动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啦，我有时间我就会去参加，因为我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去画新的头像。各位也可以踊跃参与，有可能之后的头像框就是你自己设计的也说不定。接着新内容规划，这里就有满满的干货，各位请不要离开。那我不确定国服是不是还没有上升级妙策，国际服是已经上了。他这里有提到升级妙策新的地图方式以及小阵营组队模式。在之前的影片我有解说过， S 王国就由1个王国在1个阵营，如果是 AB 组的话就必须要搭配 AB 在1个阵营， CD 组就必须要2个 C 2个 D 组合成1个阵营。在这个剧本中，执政官可以选择个人战略扩展联盟技能，失落之地将会有发展期和战争期的交替。打个比方说，目前的八方逐鹿是关卡4开放之后，又或者是关卡5开放之后就一直在打仗，完全没有的休息。不过我个人是已经打过升级妙策，其实升级妙策这个地图呢，在一开始有打仗，然后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可以让你们休息的，到了后面时间才会比较紧凑，我们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打仗。这个影片呢，其实我已经做好了，但是一直找不到时间上传。那么对升级妙策有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留意一下我之后的影片。
当然他们也会全力开发新的剧本，会设计非对称的阵营对抗。那以往我们看到八方逐鹿、英雄战歌这些地图都是很平均的，他们想要设计的方向就类似像尼罗河之王这样子，看到比较混乱的一种地图，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子不对称的地图比较符合历史，之后设计的剧本更有历史代入感。像我个人觉得奥尔良紫薇的背景故事是蛮不错的，但是我真的不喜欢打那个地图，那个助阵技能真的影响太大了。假设他们可以融入更多的历史，比方说像我之前所说的三国历史、十字军东征、日本战国时期的故事，当然会更好，也会增加新的围城战体验、新的联盟建筑等等，还有就是老剧本的迭代。那他这里提到的只有英雄战歌优化迷雾探索的体验。至今为止还是有不少的观众跟我反馈说英雄战歌的迷雾实在是太烦了，他们想要把那个迷雾移除掉。那官方这里没有明确的说他们是移除掉迷雾还是怎样，他只是说会优化而已，所以我们只能等之后的更新了。再来，新的文明也会即将出现，那这里策划就没有明确说出是哪一个文明，他有提到波斯、玛雅、高棉文明。那我搜索到的高棉文明是现在的柬埔寨。那我们从剪影上面这边看，那我觉得玛雅文明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看到那个武器装扮还有建筑物都非常相似。我暂时认为新的文明应该是玛雅文明，那么是不是表示说巴加尔跟蒙特祖马伊斯终于有个家了呢？但是真的是玛雅文明的话，你们觉得是什么兵种？那玛雅文明我觉得有很大可能又是步兵了。但是我搜索到的资料，其实玛雅文明他们的弓箭也是蛮强的，所以如果真的是玛雅文明的话，有很大可能是工兵文明。那要猜统帅的话，官方有说过这个设计呢不是最终效果，所以要猜的话可能会比较难猜一点。不过毕竟他们都已经出了剪影，所以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应该就会出现新的文明了。在说完更新之后，官方将会提升玩家的体验。首先，现在的游戏画面他们将会全部重做，地图所演示的东西全部都会重置。他们希望地图更有 3D 感，不像现在看起来比较平面一点。这里就放一段官方所演示的画面。那现在你们看到的画面不是最终的版本啊，他们目前还在开发当中。那这里你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玩家的城市，有更多的树林、高山、河流，会让游戏更有立体感，还有不同的时间环境变化。他们所演示的画面有早上、中午、傍晚、晚上。那目前你们可以开自己的游戏来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山川啊、河流、瀑布全部都是很小个的。那官方在改了之后就会变成这么大个。那改成这样固然是好啦，比较让玩家有新鲜感，但是我比较担心的就是伺服器能不能承受得起。玩家在打游戏的时候，显卡也是要显示这些画面，我比较担心是玩家的手机或者是电脑跑不动了。与其是那样的话，还不如用回旧的版本，这个新的版本我宁愿不要。不过它这个画面应该也是真的很初步啊，完全没有看到野蛮人，也没有看到采集点。我认为只是暂时的构思而已，因为策划所说的是把整个地图全部重做，所以这里耗时的精力时间应该会比较多。最后画面它演示到最大的环境就是这样，那你们觉得如何呢？这4个画面就是刚刚所演示的，重点在瀑布、山川、河流、路径等等的演示。根据策划的描述，不只是覆盖了地图而已，他们包括统帅副本活动，还有埃及之战的美术，全部都会全面升级，最快可以在明年年初就可以看到了。然后我们目前玩着的副本活动也是会全面升级，会增加更多不同的玩法。这里有列出哪一些活动，这些我就不重复了。然后下面他是说会增加哪一些新的玩法，增加峡谷联盟战，增加世界 BOSS 钓鱼，还有 roguelike 的玩法。其中他们就演示了联盟峡谷战，你们可以把这个玩法当成是日落峡谷，但是是以联盟来报名的。你的联盟会跨国跟另外一个王国的联盟打。还有融入了奥林匹亚之巅的玩法，你必须要抢到对方的旗帜。那你们看到橙色、蓝色、绿色这些全部都是旗帜的颜色，必须要进攻、防守、夺取旗帜。这个玩法我们都比较熟悉了，那我比较好奇就是射击类还有钓鱼。至于世界 BOSS 我个人并不是很好奇，因为万龙觉醒也是有类似的机制。再来是联盟的一些更新，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更新好像是已经实行了联盟审核，增加黑白名单的功能，其实现在已经拥有这个功能了。在之前的更新公告里面也是有提到。再来头衔管理，那以前只能盟主给头衔而已，现在连阿斯也是可以给头衔了，可以进行改动，除了盟主的职位是不能改动之外，其他都可以改动。移民管理会增加新的移民招募墙，简化招募流程。那我们现在招募的方式都是发影片啊，或者是发去脸书。
吸引更多的玩家移民到你的王国。那它这个新增加的移民管理呢，是在游戏里面增加的，具体是怎样招募我暂时还不清楚，但是可以通过游戏里面招募的话，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在国际服务玩家交流的平台不一样，有些是在日本、韩国、欧美和亚洲地区，所以我们比较难进行一系列的沟通。如果可以在游戏里面招募的话，会更加方便。最后还有增加战斗管理，可以管理住房以及建造的部队。最后还有万国名人堂，入选资格就是拿征服者之证最多的王国，剩余的王国看贡献值可以给1到3个资格，挑选出20个玩家，在本赛季贡献最多的，然后王国前300名战力的玩家都可以选择投票。会有1到3位玩家进入名人堂，会在王国神庙的入口永久展示执政官宣言，这个是官方演示的画面。这个也是小小的更新而已啊，但是我觉得会比较容易进到名人堂的都是一些大佬，所以基本上跟我们小玩家没有什么关系啦，我们只是负责投票而已。再来就是巅峰赛的部分，这个我就不重复了，官方有发邮件，你们可以自己看。主要是说国际服跟国服这里可以打起来了，至于报名的规则跟条件我就不叙述了。最后颁奖的环节，我相信大多数的国服玩家都很好奇神布沙伊狗长什么样子这个是它的样子。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期再见。